那你说齐本安为什么要说谎？为什么要急着回去？有可能是牛俊杰发现了什么，他急着和齐本安见面。给石红信打个电话问下情况。我打过了，可是红杏姐说话总是支支吾吾的，有点装天真。大哥，你真得留点心了。昨晚一块吃饭的时候，这齐本安就对陆建设说，让他别成天泡在这里。嗯，他甚至还说，是您指使陆建设在齐本安的房间里安装的摄像头。就因为这个，陆建设当场就跟他翻脸了。给陆建设打个电话问下情况。啊，明白。陆建设同志啊，你兼职荆州中府纪检书记，对立案审查的程序和有关规定，不是不清楚。你怎么能连续2天不让李公权睡觉，搞疲劳审查呢？集团纪检组说了，你也不听。张书记，我承认我有点着急了，可能是好心犯了错误。好心坏心，我们先放到一边，就事论事。你还一再违反审查规定，把集团纪检同志支开，单独和被审查者接触，你想什么呢？嗯？批主任电话。关机。钱荣成找上门来了，明确说这10个亿可上了傅长明的交易账单了。这里边咱们误判和犯错误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。所以啊，2位领导，你们先聊啊。别，你别耍滑头，坐下哪儿都别想去。不是我给你们沏壶热茶去。你们2位领导先聊啊。又是找王平安的吧？接吧。天天来电话问，烦死了。回头再说吧。陆建设同志，党员干部要讲政治、讲规矩、讲纪律，无论出于什么动机，都不能乱来。哪怕是出于好心也不成。对吕公权的审查，那是组织审查，不是哪个人的审查。再说了，满江同志那么忙，你就算替满江同志着想，也不应该再给他增加负担了。这个确实是林满江书记亲自抓的案子。集团的哪件事情，不是满江同志抓的？包括我这摊子。是，那我以前也跟您汇报过呀。那就继续汇报。齐本安有什么问题啊？你那么一再的诱供。大哥，这陆建设的电话原本是开机的，我电话一打过去就变成关机状态了，是不是怕张继英书记不高兴了？嗯，陆建设在张继英书记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书记找他谈话，这不是荆州检察院都找上门来了吗？我让你给荆州市委打个电话沟通一下，你打了吗？啊，打过了，市委办公厅的一个主任接的，说是直接向吕德光汇报。行，规划看上去倒不错，关键是落实。德光书记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行，落实啊。好的。
李书记，跟您汇报个事儿。说，前天北京中福集团来一个电话，对我市检察机关拟捕的一个涉案的中福干部提出质疑，让我跟您汇报一下。我想，这违反原则的事情，您肯定是不会同意的，我就给应付过去了。可是他们今天电话又打过来了。别理他们，跟他们说就一句话：依法办事。中福那边说，这个电话是林满江书记让打的。林满江，查一下什么背景内情。我都已经查过了，是纪委的李学习书记亲自盯的这个案子，他要求检察院给他们汇报结果。明白了，那就跟中福实话实说吧。好。这李学习啊，可是把吕德光监督了。大哥，这张继英书记是不是咱们中福集团的李学习啊？再联系一下陆建设。好。还是关机。我就根据这个线索，这都什么线索啊？全都是捕风捉影。陆建设同志啊，你协助审查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今天你就回荆州吧，努力配合荆州有关方面办好这起棚改资金贪腐案，该汇报的还要及时汇报。好，这样我跟林满江同志汇报以后，我再回去。不用了，我来汇报吧。张书记，那我去。毕丹啊，我是张继英。啊，请满江同志接个电话。是不是因为我出卖林满江，你才要把他往坏里想？我哪儿把他往坏里想了？我跟老牛，我们俩只是不像你一样迷信他，我们具有一个经营管理者的质疑能力。洪杏儿，我们这位董事长当初是怎么上来的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当年那个劳模名额，真的是给他的吗？不是吧？林满江从来都是当仁不让，不像你软绵绵的，有时还假谦虚，谦虚之后又后悔。是，林满江是当仁不让，他竟然当年就认定这个劳模就是他的，他竟然敢拿着三角刮刀去捅人，还不都是年少轻狂给闹的？那谁年前没冲动过？我一冲动，还拉着牛俊杰去结婚了呢。可是有几个人敢去杀人啊？我的傻姐姐，你该打破对他林满江的迷信了。过去有些同志啊，就一直瞎议论，什么荆州帮啊，什么林家铺子。我们中福集团真有这种情况存在吗？哪有这种东西的？瞎说一气。齐本安去荆州，咱们党组慎重研究，最后才由你拍板决定的吧？不管是你们支持的，还是我拍板的，只要有了问题就得查，要一查到底。过去我在大会小会上反复地强调，中福集团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企业，没有腐败的容身之地。林董，集团党政工作部和文宣部就是按照您的这一指示精神，加班加点布置80年庆典纪念活动，主题就是不忘初心。金英同志啊，你费心了。
你办事我放心。满江书记也有你不放心的吧？比如齐本安的问题，他是荆州出来的干部，你为了避嫌，就把李公权弄到北京来审查，并且让陆建设同志过来协助。哎呀，了解我的还是你呀。咱们啊，喝口热茶，好好聊啊。好，那咱们说正事儿。你俩聊半天还没聊到正事儿呢啊！二位领导都扯啥呢？这不扯到我这傻姐姐带着你去南昌起义了吗？这就别聊了啊！起义早失败了，人家这辈子只粉李满江。所以啊，老牛，今天我们两个就要帮助石红杏同志温习历史，认清现实。没错，媳妇儿，你认清现实了吧？林满江，他大奸臣一个呀！哎，什么叫大奸四忠？那就是林满江这样的。所以钱荣成接出10个亿来，我一点都不吃惊。老牛啊，你吃不吃惊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没有事实根据。没错。328事故发生的很突然，5个亿的协改资金的腐败案，就是在这一声爆炸声中给炸出来的。王平安一看大事不妙，跑掉了。石红杏跟我汇报之后，我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我就让陆建设迅速地控制李公权，不能让他再跑了。可这李公权呢，又是齐本安的好朋友，偏偏又在齐本安上任后，他和王平安一同去给齐本安行贿送礼，您说说？满江书记，您的警惕性和原则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啊。不过有些话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我要是说了，你可别生气啊。一个班子的同事了，共事这么多年，有什么当讲不好讲的，尽管说。我这又不是什么一言堂，单说无妨。钱荣成敢以10个亿的所谓交易资金，威胁你，替荣成集团担保贷款，这不是事实啊？既是，也不是。那市场评估不到15亿的资产，咱们以47个亿成交了，这是事实吧？这是事实。可这一事实又能证明什么呢？老牛说，只能证明有利益输送。对，没错，这里边明摆着有利益输送啊！你不然你没法解释这个事实啊。怎么没法解释啊？我就能替林满江解释清楚。你替林满江解释？不是合着说了半天，你们仨还是一伙的是吧？老牛，你别冲动。陆建设对李公权搞诱供、套供，目标直指齐本安同志，还暗示说是您的意思。我听了汇报以后非常吃惊，立即叫停了对李公权的进监审查。满江书记，我不相信这是您的本意。我们有些同志啊，就是爱揣摩领导意图。针对李公权这个案子，我有一个原则：不管涉及到谁，不管涉及到任何帮派山头，都要一查到底。陆建设不是一直在大骂我和集团吗？不是说有人举报齐本安索贿吗？我对陆建设说：查，该查就得查。你看看，满江书记，你就这么原则性的几句话，让陆建设像上了发条一样，
不顾日夜忙活了好几天，都忙瘦了一大圈儿。这也是好事啊，起码说明中福集团没有帮派山头嘛。是，坏事变好事，起码还了齐本安同志清白。所以吉英同志啊，有时候还是得要讲一讲唯物辩证法呀。你就说这一次吧，陆建设瘦了一大圈儿，可是他也没白忙活呀，既还了齐本安清白，又让我们发现了一位坚持原则、不怕碰硬的好干部。文江书记，你是说齐本安吗？嗯，陆建设同志嘛，这个同志可不简单呐。老牛，你别冲动，你别动不动就急嘛。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，你怎么就不能用市场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呢？是，我刚到任陪你下矿，你就暗示过我这笔交易有问题，还咬定了当时的受让价和今天的评估价的巨大差额。你以为我真的听不出来啊？我当时就跟你提出了这个市场变化问题嘛。所以呀，我没坚持什么呀，你说市场就市场呗。听把话说完呀！老牛，你听我说完。就像这股票，是吧？股民们在牛市的时候以几十、几百块的高价买入，到了熊市的时候只能以几块的低价卖出，这怎么解释？对呀，请问怎么解释啊？我说林家二位小掌柜的，你们不能这样吧？这事儿能跟股票比吗？我请问，股票交易里有秘密的高额交易费用吗？那股票是另外一码事儿。石国秀，你别给我捣乱，我这是为你好。哎呀，但是老牛，我们都怕你意气用事，误会了林满江，是吧，本安？林董，就算坚持原则，也不能违反审查纪律。我都不知道你对陆建设评价这么高，看来我批评错了。哎呀，吉英书记，你误会了，你没批评错，回头我还要严肃地批评他呢。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呢，就是荆州纪委书记李学习。那搞起通缉监督来，连荆州市委书记吕德光都怕他。对了，昨天李书记啊亲自打来一个电话，你没在，我接的，向咱们要人。哦，要李公权是吗？是，荆州检察院的几个同志已经到北京了。我们再说说那10个亿的交易费用。首先，我们要搞清楚，它是否真实存在。也许，钱荣成是在那个交易账本上看到了这笔费用。可如果这是傅长明为了对付钱荣成虚构出来的呢？哎，我就这么跟老牛说过，他不信，非说是行贿了。说到行贿，老牛，你怎么敢断定他就是行贿呢？不对，如果他是收购产生的变相资金成本呢？比如说，傅长明收购京丰京盛矿石的融资成本，甚至是高利贷。你知道当时高利贷的利息有多高吗？齐本安，那你的意思是我诬陷林满江吗？是不是？老牛，别叫唤了，3礼拜都能听见你叫唤。那季英书记，你的意见呢？你是书记，我听你的。李学习都亲自要人了，能不交吗？那咱们就交人。其实咱们这边也没什么可查的了。嗯，就按你的意见办，将李公权移交法办。那好，我马上去落实你的指示。哎，季英书记，你的事说完了，我的事可还没说呢。你开玩笑吧？你的事要跟我谈？当然要跟你谈了。你协助我管干部人事，那干部人事的事儿，我不跟你谈，不跟你商量，跟谁商量啊？要不要民主了？要一把手啊！啊，坐。
行，我呀，哎，我也不叫唤了啊，我听你们二位的，好吧？哎，我继续当你们二位老总的伙计，但是你们47亿把这2矿都给我收走。二位，我严肃地提醒你们一下，你们都是党员干部，要讲原则。老牛，你有事儿说事儿，你发什么牢骚啊？我跟石红信，我们俩有什么原则问题啊？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嘛。你说。那我建议，对钱荣成提出的这10个亿，咱向检察院报案。报案？那我想请问你，怎么报案？具体案情是什么？谁行贿了？谁受贿了？那我要知道这些，还要他们干嘛呀？那咱们提供线索，让他们查去嘛。查不出来怎么办？老牛啊，别说对林满江这种领导同志，就是对一般同志，我们也不能这么做，这不负责任。你说呢，石总？我赞成戚书记的意见，在没有基本事实根据的情况下，你不能报案。其实老牛，你昨夜就不应该那么急着把本安从北京叫回来。是啊，老牛。如果说咱们的董事长林满江真的像你想象的那样是个大贪官，现在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。以他的智慧，我们会结构。林董，我不太懂物理，我是学政治经济学的。我现在就是在跟你讲政治经济学。荆州中府面临着严峻的政治经济学。328事故发生后，轰隆一声啊，矿工新村的危房倒了一片，连我师傅全国劳模程端阳都被砸进去了。长期以来，荆州中府党风廉政建设欠债太多，我们必须得提高认识，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啊！您的意思是，不再让齐本安担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了？金英，我赞同你的意见。啊，不，这可不是我的意见，也是我的意见嘛。你看，我们又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接下来啊，钱荣成一定还会再去找你的，你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往我头上推，让他来找我吧。我在跟他进一步的接触当中，也争取多了解、掌握一些情况。那你准备怎么对付钱荣成？你答应他还是？我当然不会答应他，他的举报对我没危险。哎，那你就让钱荣成向检察院报案，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。还有一种可能，钱荣成是荆州老人了，他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兄妹3人之间的关系，所以他很有可能会把我当成一个中间人，出具相关证据。倒有这种可能，而且可能性很大。钱荣成的目的是贷款担保，不是反谁的腐败。你看这小眼睛机不机灵啊？哼。钱总，我瞧这机灵劲儿，倒挺像你。哎呀，给你。我觉得也像。我就像这踏着这个跑轮的雪仓一样，咱们荣成钢铁集团能活到现在，真是个奇迹哦。秘诀就是永无停息的踏着资金的跑轮。这么多年呀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没敢停着资金的跑轮呀。鼠仓里的跑轮停下来了，仓鼠就站不住脚了。我也一样。
资金运作的跑轮一旦停了，咱们荣成钢铁集团就得破产，就跟现在面临的情况一样。好，张副书记，既然咱们俩有相同的认识，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任命陆建设同志为荆州中府的党委代书记。林董，关于这件事情，你能不能再慎重地考虑一下？张副书记啊，我们俩研究了这么半天，还不够慎重吗？是，可是上一次对陆建设的考察结果你也知道，国资委高董和秦总他们对陆建设的评价不高，认为陆建设不能重用。如果他们反对，所以是代书记嘛，带着看嘛，好了转正，不好拿下。好吧，那我通知大家开会，大家在会上议。我正要和你说呢，我已经让皮丹通知了，你不必过问。如果三角中有一个坏角，那还能稳定吗？那就把这个坏角换掉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你说的也对，干不好就把它换下来。好，张副书记，咱俩要保持一致啊！你可不要被高董的情绪左右。高董对陆建设同志有成见，我们得让陆建设同志尽快到荆州中府上任。林董，也不至于这么着急吧？要不你再和高董沟通一下。我和高董沟通什么？是你张继英协助我分管人事，又不是高董。你们两口子可真是不简单啊！你把咱们荆州中府旗下最苦最难的一个岗位交给你老公，我们老牛同志呢，虽然任劳不任怨，牢骚怪话也不少，但也坚持下来了，真是不容易啊！那怎么办呢？党员干部，吃亏受苦，自己先带头呗。哎，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。你是牺牲了牛俊杰，幸福了林满江。谈工作你能不能严肃一点？林满江哪里幸福了？在那么大一个集团公司当领导，党政意见挑，他也不容易。哎呦呵！林董，陆建设来了，他要回荆州了。他专程给您来道个别。告诉薪酬委员会，把这个薪酬方案再仔细看一下，按照国资委的最新规定为标准，全集团重新核定。明白。告诉他们从我做起，坚决杜绝薪酬腐败。可是林董，您的薪酬已经按照最新的标准降下来了，这……好了，皮主任，你去吧。好。董事长，我感谢您百忙当中接见我，我是特意向您道别来的。荆州事情那么多，你是该回去了。林董，你要多保重啊！张副书记批评我了，我辜负了您的期望。我对你有什么期望？又胡说八道。
回吧。做荆州中府的党委书记。董事长，董事长。总之啊，不管林满江同意不同意，我都会为荆州能源这个重组方案据理力争，为你们上市公司解困。而且我相信，林老大也不会那么固执的，他懂市场，是市场运作的高手，他不会不明白市场逻辑的。本安，我也得劝你一句，争不下来就算了。哎，石红杏，你少来啊！我可是受够了。齐书记，你对我的评价没错，我呀任劳不任怨。我凭什么任怨呀？我又不是没心眼的傻子。林满江他只要是不同意这个方案，我跟你说啊，齐书记，我呀立马辞职走人，我自谋职业，我说到做到。你别冲动，老牛，我可是一直支持你的吧？又是光明局关分局的，结吧，总躲着人家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喂，刘警官，你说。哎呀，石总啊，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，否则我们又要去你们公司了。怎么样啊？最近几天你们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你的表弟王明安有没有联系过你？市局可一直盯着呢。我知道，王平安没有再跟我联系了。市局同志有个担心呀，王明安很有可能被内部知情人暗害，也有可能自杀。所以烟台市发生了一起抛尸案，请你过来辨认一下。王平安死了，这不可能。几天前他给我通电话是没有任何自杀的痕迹，如果死了那就是暗害。石总啊，还是请你过来辨认一下尸体吧。我现在就过来。王平安死了，这会不会是有人对他下手啊？保不齐是你们老大指使的吧？你有毛病吧？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。尸体是不是王平安的还不知道，就算是，李满江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你别瞎联系。侯杏，那你赶紧去，一旦确认是王平安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好的。老陆啊，对你这个即将上任的党委书记，给你提2点要求。1要坚持原则，2要搞好团结。明白。领导，以后有重大的吃不准的问题，我及时汇报。别乱汇报。现在是3角权力格局，你跟谁汇报啊？不是，我是说，跟林董您汇报。我哪忙得过来啊？有事找皮蛋吧，皮蛋会请示我。好的，我跟皮主任保持联系。魏公检，你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拘留了。签字吧。签哪儿？在这签。走吧。
了？又想说什么呀？秦书记，中福集团和富长明长明集团，他们之间的买卖可不止那矿产那一项，多着呢。你真的应该好好留意一下。我这友情提醒啊。谢谢老牛，谢谢你的友情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也回去了。喂，林董，正想打电话给您解释呢，家里出了点事儿，我已经回荆州了。我也听说了，是不是哪个矿出事故了？有没有伤亡啊？没有，是小贩儿，是我们家小贩儿非让我回来看看房子。看来你们家老范的话还是比我管用啊。没有，我现在马上回北京，我回北京去见你。不用了，我也没有时间见你，咱就电话里说吧。哦，那您指示。本案啊，为了加强荆州中福班子的党委建设，集团党组决定任命陆建设同志为荆州中福党委代书记，年薪待遇同你同石红杏等同。林董，您这是在征求我的意见，还是已经决定了？如果是征求我的意见，那我必须明确地说，陆建设同志完全不具备到荆州中福来做党委书记的基本条件。任用陆建设可能会事与愿违，不是加强，而是削弱和损害了我们公司党的组织建设。基本案，这是决定，组织上的决定。本案啊，集团党组有长远的考量。作为党员干部，我们更要理解，荆州中福不是谁家铺子，更不是独立王国。陆建设同志啊，是有缺点、有毛病，所以才是党委代书记嘛。排名也在你和石红杏之后。行了，林董，你也别说了。既然你们已经决定了，通知我有什么意义呢？如果说你们也不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的话，那我也向您和党组请辞得了。基本案，你见我军是不是？要辞职打报告，我跟党组马上批。太过分了！那他妈太过分了！中福集团已经成了林满江的个人领地了，他为所欲为啊！这是。姐，你消消气儿。他想干什么呀？任用陆建设。一个敢任用陆建设的人，他什么事儿干不出来？别说了，啥也别说了，让我先想想。你好好想想。林满江主导的金丰金盛矿产权交易肯定有问题。这时候把陆建设提成党委代书记，无非是要制约他和石红杏。下一步，林满江就是要把他们赶下台。这注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这就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气魄。石总，这是王平安吗？有一点像，但是王平安没这么黑，也没这么瘦。喂，姐，我是平安。你在哪儿给姐打的电话呀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再见，姐。
你们还是请他的家人再来认一下吧，我不敢说是不是。王明安的家属在广州，正在赶过来，DNA 正在做。那不结了。这具尸体，你们是在哪儿找的？在烟台乡下的水沟里边，他的死因是溺水。无所谓孤独，无所谓因素，唱歌当痛苦。人生的脚步，追逐着幸福，总有风雨骤。黎明的光辉。穿透夜的黑，点亮你的美。谁搬就搬退，流星的不睡，生命的机会。时间的是非。总有个错对，去纯真去泪，烟雾会散在。